完了，现在异世界不只有社畜，还有小男娘了。这片大陆魔法至上，血统决定魔力，贵族血脉拥有超强魔法，所以即便男主罗伊德还是个婴儿，也能随心所欲地释放魔法。前世的罗伊德是个平民，他使出浑身解数的火球，威力也只能让人嗤之以鼻。相反，贵族轻轻松松就能达到他全力以赴的极限，结果罗伊德就这样被活活烧死了。命运不公，但他临死都没有半点怨言，甚至沉醉于贵族魔法的绚烂之中，觉得被魔法烧死也挺满足，有点颠，不确定再看看。罗伊德对魔法的痴迷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，他只希望死前能多学点魔法。于是老天爷终于眷顾了他一次，让他转生成了王室贵族。醒来看到周围的女仆，他还没缓过神来，以为遇到了敌人，就想释放个火球示威，谁知道前世连点烟都做不到的技能，这辈子直接把城堡给轰了个对穿。如果技能再偏点，负责照顾他的女仆们肯定直接见祖宗了。如今他是萨鲁姆王国的第7王子罗伊德，10年转瞬即逝。罗伊德的哥哥众多，他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基本为0，因此为了能整天窝在魔法书库里，他把其他所有的课程都推了。当然对贵族来说，偏科是大忌，每次潜入书库，罗伊德都得小心翼翼，生怕被女仆逮了个正着。只是因为总是去同一个地方，他经常被剑术导师希尔法埋伏抓回。身为王族，必须魔武双全才算得体，所以罗伊德不得不稍微开点小挂，以免被希尔法特别关照。几秒内，双方已经交手数十招。起初希尔法还故意放水，但当罗伊德施展魔法，瞬间变身成 Ctrl+C， 希尔法仿佛在和镜子里的自己较劲。虽然剑术上不分上下，但实战经验上罗伊德还是差了一筹。你的实战经验有些松弛，但你的外挂又弥补了这一部分。抬手就是一个生命强化，再来个漂浮技能，罗伊德冲向对手，两人从天南打到地北，一路火花带闪电。加了外挂的罗伊德和对方打得旗鼓相当，难分伯仲。为了赶紧回去钻研魔法，战斗中罗伊德突然变招，一假动作虚晃一枪，引出他的破绽，然后试图打晕希尔法。就当他以为可以结束练习时，枪还是老的辣。希尔法一眼就看穿了他的魔法作弊，反手就是一下把罗伊德打飞。不管是木剑突然长了一截，还是用浮窟魔法弥补身高不足，希尔法的眼睛就是尺。不过因为罗伊德为了和他对决，使出了浑身解数，希尔法很开心，认为小徒弟不但长得可爱，天赋也异于常人，能同时施展2种魔法，连宫里的魔法师都做不到呢。希尔法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，在他成长之前，自己是不会离开这小子的。罗伊德心里暗自庆幸，还好他的控制魔法和强化魔法没被发现。晚上，罗伊德不得不和一群正太控女仆一起洗澡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一个传闻，说是很久以前有个能毁灭国家的大坏蛋，被大法师封在一本书里，那本禁书就藏在城堡地下。罗伊德一听这跟魔法有关，立马来了精神。夜深人静时，他用隐身魔法溜过守卫，轻松破了10大魔法师的超级结界，进了书库，在自己加固了结界，开始畅快的翻书。很快目标魔人自己跳出来了，开始忽悠罗伊德，说封印迟早会破，不如现在帮忙解开，事成之后给他无尽黄金。罗伊德心想自己又不缺钱，万一放坏蛋出来怎么办？魔人见状改口说能教他失传的古代魔法。罗伊德一听这个，立刻热血沸腾。魔人见状更是拍马屁加画大饼。最后罗伊德兴奋地帮他解了封印。他自以为是猎人，哪曾想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他就是个弟弟。魔人笑着看罗伊德摩拳擦掌，想学古代魔法，决定用所谓的黑闪炮送他归西，还问罗伊德学没学到家。丢完技能就幻想着接下来的美好人生，结果只见一团烟雾中火光冲天，所有攻击都被罗伊德的结界挡下了。他评价道：“这技能真有意思，但是那一脸的娇羞是什么鬼呀？”他要求魔人再放一次技能给自己看看，在魔人看来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，于是气急败坏的开始猛烈轰炸。然而罗伊德眼中却只有激动，根本不担心结界会被攻破。他甚至好奇这魔法的威力如何，于是偷偷开了个小缝，用手指尝试一下，触碰后马上把手指撤回。这操作着实把魔人给愣住了，明明手指都已经残破不堪，罗伊德却像找到了新大陆，陶醉其中，乐此不疲，甚至满意的舔了舔伤口，表示还想再测试下新技能。天哪，这男娘简直吓死人！魔人气急败坏，开始狂轰滥炸，
下，甚至开启竞技的双重吟唱。罗伊德在结界里面泰然自若的旁观，都说差生文具多。魔人，今天算你倒霉了，遇上男主。魔人生气，对罗伊德来说都是一种可爱。随着魔人使出终极大招，罗伊德觉得这招挺有意思。虽然人不能2张嘴说话，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不能用这招。大招结束后，结界依旧是稳如磐石。罗伊德投来期待的目光，表示想见识更多古代魔法。这一刻，魔人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头也不回的想逃跑，却没有罗伊德布下的天罗地网快。罗伊德用一个更大的圆形结界将整个书库笼罩，本以为是防止魔人逃跑，可他解释是担心自己力道不好，万一把城堡打坏了还得挨骂。现在轮到罗伊德发起攻击了，罗伊德狂笑着让魔人展示防御魔法，然后用一记普通火球轰出。魔人大骂这算什么普攻啊。结果证明罗伊德的结界的确十分给力，魔人被打得精神崩溃，原本的书库也变成了一片废墟。罗伊德却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奇怪魔人为何不展开结界防御，而是硬扛下伤害，简直怀疑他有受虐倾向。下一刻罗伊德轻轻松松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整个书库变回了原样。这一幕彻底震惊了魔人，既然打不过，他也只好磕头认怂，发誓今后跟在罗伊德身边当个忠实的小跟班。罗伊德听后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，把魔人当成了他的宠物小白鼠。考虑到魔人原来的模样太过扎眼，就按照罗伊德的指示变成了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可爱。但是魔人心里还是不死心，总想着只要能跟罗伊德待在一起，就有可能找机会附身夺舍。他幻想着到时候凭借罗伊德的超强力量统治世界。然而一靠近罗伊德，魔人就发现他身上的魔法密度高得让人窒息，连插个手指的空隙都找不到。等会儿手指插，魔人不由得联想到罗伊德那超自然的力量，觉得他简直是个魔力怪兽。而罗伊德却还在纳闷，为什么这魔人看到他就瑟瑟发抖。魔人此刻只好假装什么都没有想过，毕竟现在既打不过人家，想要夺舍也无异于自杀。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的做小男娘的狗吧。男主罗伊德是超乎想象的存在，为了实现魔法的双重吟唱，这位硬核主角竟然想到了需要2张嘴这一设，于是他直接将魔人纳入自己的体内，自此与魔人共享一个躯体，并掌握了魔人的话语权。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人瞠目结舌，罗伊德将水与火2种强大的上位魔法融合，再借助自身强悍的魔力，竟然造出了超越超位魔法的绝世招式。这一招一出，天空都被他的魔法一击洞穿，若是攻击落在地上，恐怕整个国度都要灰飞烟灭。此前二王子阿尔伯特带罗伊德一同前往魔法射击训练场，阿尔伯特轻轻松松发射出火球，精准击中远处的9号标靶，周围都是对他赞不绝口。可当罗伊德上场，为了不抢二王子的风头，他故意让火球只是擦过标靶边缘，全数擦过，操作简直逆天。但草包大臣根本看不懂，还以为这已是罗伊德的极限。等到众人散去，罗伊德这才放开手脚，准备尝试传说中的双重吟唱。原以为人类不可能做到2张嘴的吟唱，罗伊德却在关键时刻摘下手套，将之吸入体内，毒屁吸尽。当他与魔人古利莫合作吟唱炎烈火球时，古利莫还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果然还是有作用的。没想到下一秒，他自信的笑容就被罗伊德的骚操作搞裂开了。罗伊德把皱纹压缩到极致，差点烧毁他的大脑。于是罗伊德直接夺取了古利莫的嘴，自己开始一心二用，同时吟唱2段强大皱纹。这种超乎常人的操作，足以证明罗伊德的魔法天赋和创意有多恐怖。可令古利莫更意外的是，罗伊德竟然真的调和了水与火2大属性的上位魔法，再加上庞大的魔力，足以造成毁天灭地的超级伤害。古利莫意识到这一招如果落在地面上，那整个国家必定会从地图上消失。都说了，蒸发伤害真的很痛啊！这也正是罗伊德一招天穿地破的原因。所以说呀，孩子静悄悄，必定在作妖。与此同时，草包大臣还在纳闷，二皇子阿尔伯特为何这么看重罗伊德。听到这话，阿尔伯特心想，自己手下竟有此等弱智。刚才9个靶子，罗伊德能一个不漏的全都擦边过，说这是巧合根本不可能。因此他坚信罗伊德将来定能成为大贤者，现在的赶紧拉好关系，这将是他争夺王位的王牌。不
不过说到底，二王子就是个纯粹的地控罢了。但此时大臣们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怎么外头天都黑了，要吃晚饭了？真相是罗伊德的魔法一击打穿了整个城堡上空的大气层。此刻古利莫再次陷入恐惧，还好他之前投降的及时。不久后，罗伊德已经将整个图书馆的知识吸收进脑海，闲来无事，他决定将目标转向魔法装备。根据书本描述，打迷宫是获取装备的最佳途径，不仅能遇到各种未见过的魔物，还能享受搜刮宝藏的乐趣。看到这一幕，古利莫坚决反对，毕竟让这个人形核弹随意乱来太危险了。而罗伊德并不知道他的心思，随后就拿出一个橡子，施展木系魔法，创造出一个外观完美的替身，这样悄悄外出也不会被识破。当然，前提是别让希尔法碰到，那正太控极为变态，罗伊德就算长高0.7毫米，他都能看出来。但即使如此，也没能阻止罗伊德冒险的决心。在出发前，罗伊德想到了一个点子，把古利莫的灵魂塞进替身体内，实现远程操控与信息传输。这时，远处的罗伊德不由自主地感叹，这个替身的做工真是精细，连魔力循环系统都有。紧接着，反应过来的替身兴奋大叫，等罗伊德离开，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了。这边，罗伊德还在夸奖古利莫当使魔干得不错，另一边，附身在替身里的古利莫莫名的感动，虽然不愿意承认，但还是希望罗伊德早点冒险归来。果然，真诚是最大的必杀技。如今的古利莫已经是小南娘的形状了。盲目飞出一段距离之后，罗伊德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查清迷宫的具体位置。不过很快，他就发现下方出现了一阵骚动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几只兽人在追逐一个双马尾少女桃子。表面上看，桃子似乎处于险境，实际上他是在诱敌深入。引兽人到了合适的位置，突然发起反击，直接一个徒手反攻。我勒个豆，徒手撕野猪啊！异世界竟然连气功都用上了。古利莫猜想，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武术家。罗伊德第一次见到武术家，激动的不行。书里提到，异国有一种叫气的能量，通过特殊的呼吸法，让气在体内流转，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。现在罗伊德对这气超级好奇，而桃子通过气息的变化，感觉到了罗伊德的存在，转头出声，躲在那儿的是谁？罗伊德觉得没必要再藏着掖着，正准备现身，古利莫则提醒他，这样出去很容易暴露身份。罗伊德这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与此同时，等得不耐烦的桃子直接走近，关键时刻，罗伊德赶紧完成变装，化身为新人冒险者罗伯特，而且外表和年龄都变大了。由于变身魔法只能变成见过的人，本想变成阿尔伯特，但担心会惹麻烦，于是他用双重吟唱将自己和哥哥的外貌融合，确保找不到第二个罗伯特。但桃子一看到罗伯特就遭受到了颜值暴击，立刻转身开始热情的自我介绍。罗伊德担心自己暴露了，古利莫却说根本不可能，桃子那是看到帅哥移不开眼罢了。原来桃子是个颜控恋爱脑，成为冒险者是为了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。遗憾的是，他遇到的男人都喜欢娇弱的女生，他坚信和罗伊德相遇是命运的安排。罗伊德觉得这情况有点不对劲儿，打算独自去闯迷宫，结果桃子死活是缠着不放，想不组队都难。他带着罗伊德冲向附近的 B 级迷宫，面对那些连兽人都打不过的小怪，他只需要轻轻出手便能瞬间秒杀。桃子在罗伊德面前使出浑身解数，疯狂炫耀自己的武术，想必是想让小鲜肉折服。但真不巧，他碰上的是罗伊德。少年正忙着在地上捡回发光的石头，根本不分心。在罗伊德好奇心爆棚的追问之下，桃子耐心的解释，所谓的气就和魔法师的魔力一样，关键是呼吸法，得要练得像呼吸机一样自如才行。正当桃子准备再次拉扯话题，罗伊德已经开始按他的方法尝试修炼气了。结果几个呼吸下来，他感觉自己的肺都要被那庞大的气撑破了。桃子见状赶紧提醒，新手操作得小心，不然肺部会超负荷直接爆炸。他哪里知道，罗伊德其实已经上手了一半，甚至开始思考把气和魔力结合。看着罗伊德那认真投入的样子，桃子也跟着感到欣慰，决定再传授他一些关于气的玄门秘术。毕竟罗伊德的脸实在是太有攻击力了。此时此刻，古利莫在城堡里优雅地享受着下午茶，却不知危险已悄然逼近。谢尔法那病娇正太控的笑容一出现，古利莫的命运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。战场上，桃子向罗伊德展示了他少数的
远程攻击技巧。随着 BOSS 被气孔弹一击必杀，前方的宝箱瞬间成了他们的胜利果实。原本以为这迷宫奖励不会太华丽，却没有想到宝箱一打开，里面跳出了个宝箱怪。若非罗伊德反应及时，桃子差点没躲过攻击。可随着这宝箱怪还不是最终 BOSS， 从里面竟飘出了一只巫妖。看来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